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这部影片可能会是你今年看过最重要，但也是最让你不舒服的一部影片。现在打开电视，滑开手机，所有的分析师、名嘴、网红都在告诉你什么？恭喜大家，联准会终于要降息了，资金派对要来了，美债要喷了，股上3万了。甚至我看到好多朋友把房子拿去二胎，把信贷贷好贷满，准备在降息前夕梭哈进场，去抢那些高股息 ETF， 去抢台积电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真的背脊发凉。我必须在这个时候非常残忍地给你泼一盆冷水，而且这盆水非常的冰，冰到刺骨。因为大家都告诉你，降息是救市的良药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真相是，历史上每一次毁灭性的大崩盘，让中产阶级家破人亡的惨剧，都不是发生在升息循环，而是恰恰发生在联准会宣布降息的那一刻。你可以看看这张图表，如果你以为降息是为了让你发财，那你真的太天真了。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局，是一场针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财富清零计划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。我知道你现在想关掉影片，想骂我，麦门你这个乌鸦嘴，现在 AI 这么强，辉达财报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崩盘？别急，我们不要凭感觉，我们凭数据，凭逻辑。很多人说投资像赌博一样要靠运气，但我常说运气会站在有实力的人那方。什么是实力？实力就是当全市场都在疯狂时，你能做到冷静地看懂大户的底牌。而实力是来自于长期的学习与练习。熟能生巧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？一边是股市创新高，大家都在喊多，但另一边，那个全世界最会投资的巴菲特，他在做什么？他把手上的苹果股票砍了一半，他手上的现金储备到了3000亿美金的历史天价。还有亚马逊的贝佐斯、Meta 的祖克伯，甚至辉达的黄仁勋，这些科技巨头的老板在过去半年都在做同一件事，疯狂卖股票，套现换现金。兄弟姐妹们，动动脑子想一想，如果未来真的是大多头，如果降息真的是利多，这些拥有最顶级资讯的大佬为什么要现在逃命？为什么他们宁愿抱着会贬值的现金，也不愿意留在股市里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们闻到了尸体的味道，他们知道现在的繁荣是铁达尼号撞冰山前的最后一支舞。而你，如果还在听信那些媒体的话冲进去，你就是那个负责帮他们买单，负责留在船上沉默的垫背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要揭露华尔街绝对不想让你听懂的3个字：日元套利。听懂这3个字，你就能避开接下来比2008年还要惨10倍的金融海啸。为什么路边摊倒闭，股市却在涨？我们先来讲讲现状。为什么我说现在的经济是回光返照？很多台湾的朋友跟我说，麦门，我看数据很好啊，美国就业好像还行啊。各位，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。你走出门看看，看看你家楼下的店面是不是招租的牌子挂很久，是不是你常去的餐厅开始技巧性偷工减料或者收掉了。连星巴克这种全球龙头现在都在打价格战，买1送1送到手软。反观什么东西卖最好， Costco 的金条一上架就被抢光。还有台湾人最爱的美元定存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一般的消费力其实已经枯竭了，大家的口袋空了。但是大家的恐慌在飙升，聪明的钱已经在撤退了，只有笨钱还在借钱炒股。现在的股市上涨，只靠几只 AI 全指股在撑场面，这叫垃圾盘。其他的股票其实早就跌得惨不忍睹。这就像是一个重病患者，医生给他打了一剂超强的兴奋剂，让他看起来红光满面。这剂兴奋剂就是市场对于降息的错误期待。主力大户之所以现在还要把指数撑在高点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争取时间出货。他们需要营造出一种牛市还在的假象，让你在高点接走他们手上的筹码。等到联准会真的宣布降息的那一天，
就是兴奋剂药效退去的时候，也是病人倒在手术台上的时候。到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景象，利多出尽，全面崩盘。华尔街的死穴，日元套利交易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段，请你把耳朵竖起来听，这是整部影片的核心，也是为什么这次崩盘会让无数人倾家荡产的真正原因。我们来谈谈日元套利交易，别被这个专业名词吓跑。我用最白话的例子讲给你听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跟银行借钱，利息是0%，也就是不用利息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一定会借爆，对吧？借了1亿出来，然后拿去买利息5%的美债，或是拿去买1年涨30%的辉达，这中间的利差就是你躺着赚的钱。这就是过去几年华尔街一直在玩的游戏。日本因为长期实施负利率，日元变成了全世界最便宜的提款机。全球的对冲基金大投行借了几兆、几十兆的日元，然后把它卖掉，换成美元，投入美股、美债。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资金这么多，股市这么好，因为有源源不绝的免费日元在支撑。但是这个完美的无本生意有一个致命的死线，那就是日元不能升值，美元不能贬值。现在情况变了，美国要降息了，美元变弱，日本被通膨逼得要升息了，日元变强。这就像什么？这就像你跟地下钱庄借钱炒股，原本说好不用利息，结果突然有一天，钱庄大哥拿着开山刀冲到你家，说从今天开始利息涨10倍，而且因为汇率关系，你借的1000万现在要还我1200万，马上还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根本管不了你手上的台积电是1000块还是900块，你管不了00878下个月配息多少，你只有一个动作，卖，不计代价的卖。这时候千万别想着挂单要挂高一点，少赔一点。记住我的一句话，既然你决定要逃，就一定要让手上的单子成交，进场跟出场都直接用市价。如果你会想要选个好价格进出场，有可能其实是你对于这次下单的心态不够坚定，或是没有养成果决进出场的习惯。这在平常波动不大的时候确实影响不大，但是一旦遇到大事件、大波动，这样的贪小便宜的心态或是优柔寡断的做法，可能让你直接一次就重伤。这时候无论台积电财报有多好，无论00940配息有多高，对外资来说都变成了提款机。他们卖股票不是因为看坏台股，而是因为他们在日本欠的钱火烧眉毛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台股会发生无差别崩盘。你要卖掉手上的美股、台股，换回现金，再去换成日元还债，这就叫做去杠杆，这就叫做全球资金断裂。当全世界的机构都在同一时间被迫卖股还债的时候，你觉得股市会发生什么事？那就是踩踏，那就是人踩人。无论是好股票、坏股票，通通会被无差别抛售。还记得今年8月初那一波杀盘吗？台股2天跌掉快3000点，日股跌了12%，那就是日元套利拆仓的一次小演习。而接下来联准会正式降息，将会引发真正的主阵。所以降息不是给市场加水，降息是把支撑市场的那根柱子日元套利直接抽走。联准会是负责收尸的殡仪馆。很多人会说，麦门，你太悲观了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有 AI， 这次是软着陆。兄弟姐妹们，金融市场里最昂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历史数据，数据不会骗人，请大家去翻翻2000年的网络泡沫。那时候纳斯达克多风光，大家都说网络是新经济，本益比可以无限大。结果呢？联准会什么时候开始降息？是在股市见顶之后，降息之后，股市涨了吗？没有，是一路杀到底。纳斯达克跌掉了78%。再来看看2008年、2007年9月，联准会开始降息，当时市场也是一阵欢呼，觉得救世主来了。结果呢？雷曼兄弟就在降息循环中倒闭，全球股市腰斩。为什么？要搞清楚因果关系。联准会不是预防针，联准会是急救车，甚至是灵车。他们之所以要降息，不是因为经济太好，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还没看到的数据。他们看到银行快倒了，失业率快失控了，债务快违约了。是因为病人已经快断气了，他们才被迫打下降息这支强心针。
所以，当你看到新闻大肆庆祝降息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确认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了。这就像是医生走出开刀房宣布我们尽力了，结果家属散户还在外面开香槟庆祝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未爆弹，美国商用不动产。现在美国办公室空置率创历史新高，一堆商办没人租，这些地产背后的贷款都是美国的中小银行借出去的，一旦这些地产商违约，中小银行就会连环爆。2023年矽谷银行倒闭只是前菜，主菜还没端上来，降息能救吗？来不及了，因为在降息的效果传导到实体经济之前，通常需要6到12个月，这些银行早就因为流动性枯竭而倒闭了。而降息就是告诉大家，嘿，我要开始急救了，大家快跑。结果你却在这个时候冲进去，当大门关上，你会被夹死。再来，我们要谈谈一个更切身的问题，流动性。很多存股族跟我说，没关系呀，我就领股息，跌了我也不卖，反正放长线。这种观念在平常没错，但在流动性危机面前，这是自杀行为。什么是流动性危机？大家有没有遇过期货跌停锁死，或是信贵股票挂单挂了一天都没成交？接下来的流动性危机就是你打开 APP 看到台积电跌停，你想卖，结果发现委卖单挂了几万张，根本没人接。那种绝望才是真正的地狱。就像我经常提醒同学们，股价跟损益就像漩涡，你一直靠近它，它就会把你吸进去。在这种大屠杀的盘势中，很多人因为习惯盯盘，一直看着账面亏损而逐渐心态崩溃。其实你知道自己再怎么用力盯着盘面，盘面也不会因为被你盯着而改变走势。你也很清楚自己不能改变什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盯着盘面，对吧？会持续盯盘只是因为你心里不安，偏偏越盯盘就越会被线图吸进去，接着渐渐失去理智，最后砍在阿呆股。这个恶性循环会重复发生，直到你惊觉。所以记住，不盯盘反而能赚更多，甚至是少赔更多。只要你事先设定好战略，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跑，确保自己保持理智的按图施工，而不是坐在电脑前被账上损益给情绪绑架了。试想一下，当日元拆仓潮来袭，机构被迫卖股，接着量化交易机器人侦测到波动，自动触发卖出指令，然后使用了融资的散户被断头，券商强制卖出，这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手上的好股票可能会在1周内缩水 30%、40%。你以为你只要不卖就不赔，错了。当你的资产缩水一半，你的心理防线会崩溃，你会在最低点因为恐惧或者因为你需要现金周转而被迫砍在阿呆股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现在台湾的房贷水位已经满了，银行开始限贷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市场上的热钱正在消失。当股市崩盘，房市也会跟着冻结。你想卖股票救房子，股票跌烂了；你想卖房子救股票，房子卖不掉，这就叫流动性地狱。而且这一次崩盘将会是贫富差距拉得最大的一次，因为有钱人大户现在手上满手现金，像巴菲特，他们在等什么？他们在等股市腰斩，等好公司跌到烂价格，等你因为缴不出房贷而被迫法拍房子的时候，他们会像秃鹰一样冲进来，用1折的价格收购你一辈子累积的资产。这不是财富消失，这是财富转移，是财富从像你这样的中产阶级口袋转移到那些顶层富豪的口袋里。最后的诺亚方舟，你现在该做什么？难道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吗？当然不是，危机就是转机，但前提是你要活下来，而且你要手握子弹。在海啸来临前，我不需要你跑得比海啸快，你只需要跑得比大部分的韭菜快，你就赢了。那么麦门给你3个具体的建议，听好了。第一，清理债务，保留现金，这不是开玩笑。如果你有做股票融资，马上还掉；如果你有信贷投资，马上出场。现金为王，但不是要你存一辈子定存，而是把这些现金当成你的猎枪。你要确保在未来12个月，就算失业，你的生活也不会出问题，这样你才有心态去抄底。第二，不要急着抄底，等待黄金坑。记得我们的交易理念，只做趋势盘，只赚轻松钱。降息初期，市场会剧烈震荡，那是小打小闹。我们不贪那种
5%、10%的反弹，我们要等的是有大概率能本金翻倍的机会。不要看到跌10%就冲进去，真正的底部是新闻媒体都在喊股市要关门了，人类没有希望了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是我们进场捡钻石的时刻，这才能实现超高赚赔比，要么不吃，要吃就吃到撑死。第三，关注真正的避险资产。当这波流动性危机过后，联准会为了救市，一定会开启无限 QE， 那时候纸币会变成废纸，什么东西会暴涨？黄金，那是各国央行的储备，比特币，那是数位时代的黄金。这两样东西在崩盘当下可能会跟着跌，因为大家缺现金，但只要你拿得住，下一轮放水，它们会是涨幅最恐怖的资产。兄弟姐妹们，这是一场认知战，华尔街希望你贪婪，希望你接盘，但我希望你冷静，希望你活下来。做错要停损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我更强调的是，做对要加码。等到那天底部出现，我们确定抓到趋势了，就要让获利部位扩大。那要怎么在机会来的时候有足够的资金加码呢？当然，首要前提就是你能在风险之中安然退场，保住你大部分的钱。如果你不想成为这场财富大转移的牺牲品，如果你想在危机中跟着麦门一起站在拿镰刀收割的那一边，那么请你务必订阅我的频道，把小铃铛打开。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市场会非常血腥，我会随时发布影片，告诉你现在大户的钱流向哪里，告诉你什么时候是真正的底部讯号。我知道很多人想求赚快钱，但你想想，读大学4年毕业都未必能找到好工作，而投资操盘是一个能让你赚一辈子的技能，难道不需要多花点时间认真的学习吗？我是麦门，记住，我们不当韭菜，我们要做在混乱中获利的猎人。天黑了，请保护好你的灯火。祝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都能躲过这次浩劫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